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也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施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祸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，我们打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他！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暗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演得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刚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使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。
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魏叔。大叔，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金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泱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婷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泱泱，季泱泱，季泱泱，你别跑！啊！你给我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那边，什么人，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失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
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哦，要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！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不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，
蜀红司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她，让她回去吧。她说您要是不见的话，她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她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。你说，她哭了？是。让她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她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民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季娘子，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静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
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才糊弄走了34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你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，应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书记人家共用，浣丝自有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季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。民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没有。这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岳掌柜，岳掌柜，季家大郎，你喝多了。你兄长他没喝酒，他就醉了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给你们拿酒，等我。本官今夜心情不好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当不认识，不计前尘，萍水相逢。坐下陪我喝上一杯，可好？好。那杨警官，顺便莽撞，怎敢与杨警官共饮？还请见谅。抱歉啊，我在外面惯了，忘记了这城里的规矩了。那这样吧，
我拿些酒就走。走什么走呀？要上哪儿去？她一个云烟未嫁的小娘子，确实不适合与你深夜独酌。但是我可以啊，谁还不是个江湖人呢？喝不喝？走。喝你的江湖酒。但这么喝下去也不行。还能不能喝了？真开心。来，2壶酒，2壶汤，不许闻，不许碰，拿到哪壶是哪壶，全凭运气。你们敢不敢赌？姜放多了，盐放少了。我下次注意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谁说我们只喝1壶了？人心的贪婪是无限的。怎么还是刑警堂？店家的智慧也是无限的，不然怎么能保证你们一定喝到汤？洞察人心，故弄玄虚，奸商。故弄玄虚，洞察。到时候我让你们……他这喝了多少？哎，你来了，找他还是找我？阿玉，我看见一匹野马。野马，快，搭把手。我是来找酒，也是来找他。不过看他现在喝成这个样子呀，怕是什么都不认得了。这厮你可认得？整个蜀地论厮，我认第2，你倒谦虚。就没人敢认第1。我说早了，既认第1，那你就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手，傻子。依我看呀，你这认厮的本事就是不精，吹牛的本领嘛，倒是首屈一指。你就是不认识吧？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整个蜀地论厮，我认第……哎呀妈！慢点，慢点。不过是赵家没给回复，就这么急着嫁给赵二郎吗？你懂什么？哎，你是警官。哎，不管我是什么官，我都不会娶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帮他做窦芳菲的推荐人。既想嫁高门，又想生意有成，他倒是懂得活在当下。可那些故去的人，他真的就一点都不在乎吗？能帮就帮，不帮就滚。高汤烧着青豆芽，可以醒酒，比别的舒服些。这酒楼是我的，不用你交。酒我拿着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活着便好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司恶县恶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
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那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查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王手下。哎。走。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针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
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来吧。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津僧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兰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你怎么给我抓这么快乖？锅盔乖。果然啊，母权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“恶人”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。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，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我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，有负于季家的，唾弃季家的，冤枉季家的。但向季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
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来，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啊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儿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若日后我遇到麻烦，我想法子给阿玉你传个讯号。我若说还你1贯钱，你便来救我；我若说还你2贯钱，你便喊上杨警官一起救我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杨警官爱民如子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啊。我若真危机到需要2位一起来相救，那么杨警官之前想知道的事情，你问什么我便答什么。便就是要救你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有这个呀？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后面也没找到。接着找。是。杨警官既然救了我，我也不会食言。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那你们聊。不着急，改日吧。我接下来应该会很忙，怕是你今日不问，我会忘记的。先坐。你阿爷的事，我大略听说了原委，仔细推敲，整件事的疑点为时不少。堂堂景王，有的是谋利的手段，何必犯下这欺君罔上的罪行？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但想过又如何？家道中落，我阿娘重病，光是谋生，便要用尽全力。即便我知道我阿爷的死另有隐情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楚红寺我现在染不住，将来一定能染住。如此，也能报你救命之恩了。杨某，拭目以待。杨警官，
家中生意离不开我，我还得尽快回去。还请杨警官帮我们准备个地方梳洗一番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安排。多谢。多谢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名花有主吧。既然是花，就算是别家的，也不敢让它落了。金娘子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已经没有好处给杨警官了。本官今日心情好，免费。杨警官，今日不举报民女，民女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去哪儿啊？找陈三郎。来吧。怎么不走啊？那赵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急事，杨警官为了帮我才会如此。你找我可是有何事？啊，没事，你平安就好。你要是有急事，你就先去忙。马上要下雨了，赵二哥哥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都交代好了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可不可以再送我去一个地方？多谢。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不建议你去别的地方。我想去见一下赵二郎君。我看他刚刚脸色有些不对，他应该是有急事找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吧，就当我修功德了。你二人若修成正果啊，可别忘了，我今日冒雨送你去见秦老的恩情了。走吧。谁呀？我是吉英英，请问赵二郎君回来了吗？哦，季娘子，郎君他还没回来呢。那他若回来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一切都好，让他放心。好。
回去吗？还是再等等？回去吧。来，多谢。坐稳了。驾！韩验官，验货。是。杨警官，在下已经查明，这下的确是朱元通，不会有假。你可看仔细了啊，这可关系到各家锦户的利益，还有本官的清誉，不得马虎，想清楚了再说。千真万确，这一事不仅色彩牢固，而且色泽亮丽，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我阅诗无数，但还是头次看到这么好的诗啊！诸位既然没有异议的话，那本警官在此作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那小子真能赶过来吗？快了吧，劳烦杨警官再拖延一会儿。造册的文书，你一本，我一本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杨警官不是猜到了吗？本官可猜不到。这造册流程冗长，有心之人必定会从中作梗。与其环环防备，不如就留一本在明面上，任他们随意出征。那这另一本，我们就要暗度陈仓，找个人送往长安，而这个人要在长安悄悄把这件事办成。那这个人选，还真有一个。啊，登记造册的文书，哎，有长安盖了章的啊。三长史，登记造册可是成了？成了，成了，还是请杨警官善后，告辞了。其实误会一场，那就如期交易吧。各位掌柜，请验司交清余款吧。原来阿玉说的是杨警官啊！杨警官要见我，是有何要事啊？本官近日心情烦闷，就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，陪我散散心，解解闷儿。那杨警官便是找错人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先告辞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想知道。这叫卧牛湖，把所有的烦心事放在这里，都会沉入湖底，消失不见。试一试。
送给你。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河灯一支30文。30文，这么贵，能不去抢啊？我又不是没放过河灯，不过2文。我这个叫洛神灯。 相传是当年洛神用过的，洛神用过的啊！哼，多个名字就要多这么多钱，哪个冤大头才买？你随我过来。我阿姐这酒叫做文君酿，难道说所有喝文君酿的人都是冤大头吗？ 无论是这文君酿也好，还是那洛神灯也好，不过是多了个人名，这大伙儿啊就都喜欢来凑热闹了。季娘子难道不想凑这个热闹吗？我懂了，你再与我说说蜀地还有哪些名人吧。我读书少，不知道。 在外游历多年之人，便是读书少，见识也不少。大不了我赚了钱分你一些便是。依虚兮，为乎高哉？蜀道之难，难于。你过来呀！难于。 上，青，天，蚕丛，集于服，开国，和，莽，敢。尔来4万8千岁。 出于秦塞，通人殷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。上有6龙回日之高标。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，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元脑欲渡，仇恨远。哎，小心！蜀道在南，拦不住人间壮志。愿季娘子。 翻过层峦，前程似锦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。 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打扰了。等一下，
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金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金娘子这是准备给我隔帘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金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
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于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爷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同献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洋洋，你有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撼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
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玄虚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众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，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仅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莺莺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
所以也看不出这厮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丝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丝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丝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假蜀红，在染坊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哼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汉书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汉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？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梁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？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蜀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蜀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梁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
诸位，仔细辨别手中红丝。这可是蜀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晋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阿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护住你的蜀红丝。阿爷，莹莹不怕，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蜀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岁月多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阡陌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织成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丝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成线，曾经多味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无言，踏过千山也未灭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攀爬出命运最深漩涡，冲破无尽封锁，燃烧出那烈烈绯色之火。我一定会染出蜀红丝。红丝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成线，挣尽芦苇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灭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。
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，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室在此。英英，英英，英英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金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吧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这就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把我说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葬室，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！是。啊！苍堂使搜到一块令牌。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尤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供给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丧葬室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本将的令牌，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丧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，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。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即使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。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，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，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
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只是不知这益州城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，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停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外面歹人多，我怕你识人不清，让人给卖了。见过杨警官，在下白胜。阿玉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回家，我阿娘就要把我逐出家门了。想走？那个人得放我们走啊！英英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是真的很忙啊。你们俩，蜀红丝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贡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您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
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莹莹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，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，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清澈的弧线，偷偷裁剪一场缱绻，故意戏里蔓延，初见你仿佛在昨天，却相遇无联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杨静兰，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知道了。你有杨三郎这样的盟友，是我之幸。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你先回吧。阿兄，哎，来了。阿兄，送杨警官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真没事。嗯。我杨静兰所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白郎君，这边请。
他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季娘子是不欢迎我。季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嗨，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，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坐还是不坐？坐。自己人。白郎君这边。自己人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蜀地的女子，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季娘子，生一笑。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亦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于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季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一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一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天子1号35贯，弟子1号座50贯。这50贯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季娘子可还满意了？我心里的是90。弟子1号50贯，还有人要加价吗？先生，还不到90，你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啊。论起做奸商，还是季娘子更具天赋，我更是期待你的后者。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。白某100贯。100贯1次，100贯2次。弟子1号105贯。弟子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105贯1次。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季娘子，您请吧。弟子1号105贯3次，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，
金娘子，抓好绳子，稳住了。哎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官与民同乐。我跟季娘子这一局还没有结束呢。杨警官若是想参与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稍等片刻呀？依我看啊，你们这局早该结束了。哎！两位郎君，我季莺莺是个人，不是你们随意争抢的货物，不是你们谁想让我往哪边走我就往哪边走。如果你们这么喜欢这个游戏，你们自己玩吧。是白某无礼了。抱歉啊。多谢季娘子走向我。杨静兰，你手里的丝线是我染制的朱颜驼吧？哦，朱颜驼，请示嫂婆，你知不知道染制这一缕丝线有多辛苦？都是嘛，染了好几天，好辛苦啊！这样，照价赔偿。照价赔偿？那不行。2倍。2倍够吗？不够，2倍哪够啊？3倍不能再多了啊！3倍。为情所困者，难成大事。季娘子如此辛劳，不去吃饭？你又来做什么？煽动丝线，辜负了季娘子的辛劳，特来负荆请罪。这是什么？坐上试试。哎，小心。腿用力，往后蹬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哎。可是这个能做什么呢？把它放到这锦房里，坐上便能辗转腾挪。你可以省些力气，也能解解闷吗？这也是你自己做的？是啊。不知季娘子可否原谅我唐突朱颜驼之罪？嘿嘿嘿，那就勉强原谅吧。不过今日前来，我还有一事想恳请季娘子。什么事？叫我师姐。是因为你要去押送贡锦吗？是因为我想看看你看到的世界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拿锦。把眼睛蒙起来。这是何意？你不是要拾锦吗？季娘子这拾锦的法子果然特别啊！真正的高手都不是只靠眼睛拾锦的。要用心。对。
记好了。看得见吗？季莹莹，站住！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识第一幅景。你先摸一下，仔细感受一下，可摸得出来？如此这般乱摸，怎能识得此景？这个是花瓣，层层舒展；这个是花蕊，纹织精密。这个是叶片，六面开花，花中有叶，叶中有花，层层叠叠，四散平铺的式样。你再用心感受一下。宝相花纹锦，不错。好，换下一幅。清澈的弧线，偷偷裁剪一场。看来这眼睛被蒙起来了。故意洗礼满心果然会乱。初见你仿佛在昨天。杨静兰，是相遇无恋，小满泛起舞彩依恋，嫩黄月牙是你为我书画的眉眼，写一篇情深染你心头。昏半海棠笛声悠悠，灯树飞燕翩翩落枝头。你若愿意，我便会慢慢的走向你。你若不愿意，我便达到你愿意。世间你我同样，在这儿呢。踩到我的脚了，好疼啊！要不再试试？啊？我说试试拾起。看来这眼睛被蒙起来了，心果然会乱。你若愿意，我便会慢慢的走向你；你若不愿意，我便等到你愿意。哎呦，莫亏，你别瞎犟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染的曙红，我想亲自送他一程。等我回来就好。我阿爷当年就是因为这曙红锦，死于非命。杨杰兰，我担心你，便是你不带我去，我也会跟过去的。季娘子，我确实需要你，但这一次，我需要你留在益州，而非在我身边。我在益州？没错，我这在外面，若是跑累了，早晚有家可回。行了，拜托季娘子。请保佑他一定平安归来。他是个好官，是个对益州城很重要的好官。他是对我很重要的人，我希望他平安。那天一夜飘落了白雪，回忆如风击决，往事浸染在山水间，风干了多少情节。你是心间缠绕的线，像宿命难分难解。若你不弃这份誓言，生死我都无悔无怨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劫，这份爱如此坚决。就算余生会沾满了鲜血，我永远都不会退却。我不怕结局灰飞烟灭，只怕你还不了解。你不是独自迎着风雪，我永远在你身边不变。你是因为担心牛景的兵惊扰益州，方才回来晚的吗？知我者，季娘子是也。恭喜，你阿爷终于清白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便再也不是醉门之后，你阿爷也还是那个堂堂正正的晋王。你呢？我此事办得可还漂亮？你可曾受伤？未曾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多亏了有季娘子，才让我有家可回啊！你这次奔波是不是几日几夜都没合眼了？合眼？你不知道有一种神功可以这样睡觉吗？啊！想想曾经，我还以为你就是纨绔子弟，不学无术。无妨，毕竟我也认为你曾经唯利是图，不思进取。不然怎么是来日好友呢？哼！好了好了，
来日好友，起来。哎，干嘛？我命令你现在去睡觉，我晚一点再过来。走。我现在满心的琐事。哎，再说你这种命令也有点不合乎情理，我能不能不听啊？不可以，我的命令必须听。杨警官，赵二郎君求见。是我骗了他，是我不相信他，与你无关，你不必自责。我只是有些唏嘘。他从未想过伤我，我亦问心无愧。如今我们却相互猜忌，形同陌路。人生的路很长，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，只有目标一致的人，才会一直走下去，才是真正的同路人。同路人，我该回家了。这回不能同路了吧？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醒了。喝了这杯合景酒，你我就正式结为夫妻了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来喂你。不哭了，我赵修远发誓，我定不会负你。秀远，你我之间连恨都不再有了。杨金兰，带我离开这。
去殊途漂泊，怅然之间花落，泪水涌成漩涡，拉扯的因果开不出着魔的花朵，而哪里才有月光映墨照拂你我？聚散无常，如歌里就怎说？问情丝何日织成金色？愿执念永恒，一般星火。好。谁执手相思？杨静兰，我在呢。我饿了。好，我去给你找吃的，你在这等我。你不进去吗？他应该有自己的进修前程。我现在没有打扰他的资格。这就放弃了？走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的新景做成了，来给你们分分喜气。来，兜兜转转，最后还是心想事成了。多谢金娘子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阿爷平凡，多亏了你。阿娘让我带了礼物来，不必如此客气。那盒子里是我阿娘和阿兄准备的。这个剑穗是我送你的，我在庙里祈福过的，祝你平安顺遂。这是刘伯锦司做的吧？你认出来了？哈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这算是行贿，我可不敢收。那你给我钱，算是你买的。这东西有价无市，我给多少钱都不合适。
那就当是我雇你为我托底交的定金吧。你说的这个人，能否带英英远离是非，让她一生过上安稳日子呢？季娘子与我是盟友，互利共惠是本分。季娘子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还这个人情了。还人情？我在你心中便只是盟友吗？如今只能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我觉得之前我做事不计分寸，怕是会无意冒犯到季娘子。等等，最近我会比较忙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有事记得来警官府送信，不要自己硬扛。还有，虽然牛瑾以支援战士为借口，暂避风头离开了益州，可这城里定还留有他不少人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要多小心。你日后做事，莫要再冒险，更不要再孤注一掷了。景兰，你中邪了吗你？既是盟友，又何必越界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从此以后，你便再也不是罪门之后，你阿耶，也还是那个堂堂正正的靖王。性命相依，生死相负，哪个盟友能做到这样？可他也从不是两面三刀之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弄个明白。今日已晚，季莺莺，若明日醒来你还是这般想的，
那就索性去问清楚，别再庸人自扰。珍重。季娘子，他去南诏了，半炷香之前走的。金娘子，你现在追的话还来得及。老板，您再快点儿！停车！停车！孩儿携季氏拜见阿姨阿娘。慢着！三郎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回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三郎，今天是你二哥大喜的日子。大喜的日子？我看是你们车祸打劫的日子才对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趁着季家夫人遭难落井下石，强迫季二娘子入府为妾。此番算计，你们还真算得上是廉耻二字。三郎，你二哥成婚的日子，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等着。哎，放着你！没事，王爷。成婚，
我不点头，谁敢娶她？杨静兰，我娶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算哪根葱啊你？英英，我不走。咱俩往哪儿去？谁还想拦？大可试试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三郎，你不顾及杨家的脸面，难道你也不在乎季娘子的名声吗？你可以带他走，但你想清楚了，今日出了这个门，季娘子的名声可就保不住了。怎会让这影痛似树红般掉落？断线的风筝途经那城市的斑驳，心百转牵着，恍然陌路，如何抉择？浣花西风如昨悲欢怎说？登场也竟然当时轮廓，那一眼错飘洒成随风的烟波，聚散无常如隔离潮怎说？问青丝的日记成金色，是我自愿的。今日我与你二哥成婚，虽然没有宴请宾客，但是杨家众人皆知。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与杨家皆是名节不保。况且杨家是为了救我阿娘，才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若毁约，以后如何取信于人？你不必担心，谁敢多嘴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你难道堵得住全天下人的嘴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人言可畏。你若真是为了季娘子好，你就应该顾及她的脸面和名声。好，既然你已决定加入虎狼窝，那换个人家可好？什么？端理何在呀？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此话何意？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你只管说愿与不愿。杨静兰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这么做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三郎，这个季娘子是你二哥娶的妾室，你这样硬夺硬娶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你为过，他还不是我二哥的人。你们拿他的家人来做威胁，我可想娶的人是你们！你别胡说八道了！你明明就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杨家的，要不是我阿娘劝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娶她呀？你们把他当作筹码，我视他做珍宝。今日我向静兰
必须的。你不是乱了纲常了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三郎无非是担心我们觊觎季娘子的产业，又怕给二郎当妾委屈了季娘子，所以才想娶季娘子为正室，这样既能保住季娘子的名声，又能保住杨家的声誉。既然二郎不想娶，那就成全了三郎吧。红尘之中心海，风月中却秋来，情节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，当时一身洁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思彼岸，今晚人生几载，这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似锦常开，回家。好。我娶你。算了，算了，你吃来了没有？就别重逢，也不赏个笑脸给我。这次要不是高方带兵及时赶到，我就死在路上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伤得很重，你差点。我回来给你兜底呀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没有你我也可以，我可以救出我阿娘。是，我们季娘子最厉害了，无坚不摧，叱咤风云。没了我，一样能照顾好自己。可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没了季娘子，我就没人能给我倒杯水喝了。好。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还得上。还？
盟友之间互帮互助，本就是应该的，没什么还不还。三郎君，婚事仓促，来不及准备新的喜服。您看，您和季娘子沿用老爷夫人的婚服，可好？我随意。他的，我自有安排。是。你嫁给我二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你嫁给了我，你还可以离开这儿。等你把这杨家的恩情还好了，我可以给你一封和离书，给你离开杨家的自由。你就当做我们是一场合作。没有谁欠谁的。好，那叫我阿娘就可以。你帮我把我的包袱拿过来一下。好。蜀红嫁衣，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少爷留给我的。半爷，给我。你给我松手，莹莹，松手。这是我阿耶的蜀红锦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南诏的百王府，在那里面还有许多年代久远的贡献。南诏，白王，有请勾结的人是白王。此事日后再说，不是眼下可以解决的。但好在这蜀红嫁衣物归原主。今日是本官大婚的日子，怎么连份贺礼都没带吗？杨静兰，你还不出手就擒，免得伤及无辜。你可认得这是何物？太子鱼符，
见于府如见太子。跪！太子于府，快跪！你一个小小的警官，平白无故掏出这太子于府，你让本将如何信你？益州锦业，姿势体大，常有歹人作祟。杨靖南奉太子令，以警官的身份督察益州锦业，颇有成效，故升任督察特使。奉旨密查，先斩后奏。千秋未战死，奉太子令，不想督察安危。见太子于府不跪，你要造反呐！今日是本官大喜的日子，你带兵闯入，惊扰了我的夫人，还有我的宾客，你该当何罪？牛某草率了，惊扰了诸位宾客与杨三少夫人，还请杨督察谅解。滚！告辞。真解气看看于府长什么样？哎呀，以后我们要改口了，不能叫杨警官了，要叫杨督察。好了，先扶你回去休息。不行，还没拜堂。对呀，还有一口气呢，得拜堂啊！我拜什么拜？都伤成这样了，改日吧。不改，就今日拜。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拜？不拜了，走。不拜了，直接洞房啊？这叫什么话？对，直接洞房。啊什么啊？直接洞房，走。洞房，走！没消息。哎，慢点！宾客们，也都入席吧！啊！你这是？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小榻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啊，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西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剩这么多？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硌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拿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
好了，躺下吧。你今日打了牛景的脸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？他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会明白，对付我是没有用的。关键是，长安和节帅对他的态度，短时间内，他不会对我轻举妄动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。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
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我知道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就要让她有枝可依，不再独自面对风霜。你与他志趣相投，两心相应。但对于成婚不止如此。对于夫妻而言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对于情谊的损耗，半点不比风霜刀剑的少。而茵茵更是不同寻常的女子，或许更难适应。是啊，但他要妻的是我这块朽木，而不是杨家的那根高枝。待他与杨家吕诺，我们就搬出去，3餐1宿，冬夏春秋，我会陪着他，爱护他，理解他，尊重他。即便她已经嫁给了我，季莺莺，都先是季莺莺，再是我杨静兰的妻子。景兰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哼，这是你把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他写的。在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修武德的。扶我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别动。初次登门，必先拜谢丈母。来，夫人，扶我起来。可是你，求求。慢点。遵命。锅盔啊，锅盔！你瞧，我终于光明正大的从这正义这人扶起来了。你闭嘴！阿娘，哎，贤婿伤还未好，不必多礼。礼不能废。小婿杨静兰，拜见丈母。婚事仓促，未能及时向您禀明，还请丈母见谅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之前我一直担忧英英的安危，险些拆散了你们的缘分。如今你们终成眷属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以后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，共同进退。我们家英英啊，就交给你了。请丈母放心，只要我能陪在英英身边一日，便会护她一日，直到她……哦不，直到我倾尽此生。太子贺继父欣喜，
季夫人，太子殿下贺阳督察与季娘子大喜，特送来贺礼，以庆欣喜。季家满门拜谢太子殿下恩赐。快快请起。这是我师兄帮我准备的礼物，还请丈夫交纳。太子准备的也太多了。这是你夫君借着太子殿下的名义给你补聘你的。我看这回谁还敢说你们名不正言不顺？你虽是我抢来的夫人，但别家夫人有的，我的夫人也要有。该有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的补给你。慢点儿。来，都说了慢点了。这是我阿娘和阿兄非要给我带的，都是我日常用的小物件儿，怕我在杨家用不惯。夫人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就和我说，我去让人给你置办。我不用，可以再慢一些。杨静兰。好好好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看你好看。杨静兰，你能说点话吗？
太安静。好啊，不如你来问问我和太子的事儿。好啊。哎，你这又是督察又是太子令的，你是太子的人？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吧？如此说来，你不仅是太子的从属，还是他的师弟呀。而益州的成败也与长安有关。那就要看我能查到些什么了。你想怎么查？刘瑾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日后行事定会更加小心。不过做过的事，自然会留有痕迹。他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查到了南诏，那他便不敢再轻易动这条线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以免露出马脚。制造蜀锦的人是牛瑾，购买蜀锦的是南诏。那么，运输蜀锦的会是谁？从益州到南诏，关卡重重，想要不被发现，那只能乔装打扮。你想查番商？聪明。可是这么多番商怎么查呀？我想到一个人。我也想到了一个人。白胜。南诏白王。白王？盛丰泽。盛丰泽。白胜。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无可能啊。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世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废话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尝尝。
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加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啊，好酒啊！行。真香。想得美。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嗯。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秦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英英，我不会像阿爷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千岁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，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
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你还真是什么人的醋都吃哦。但我已经嫁给你了呀。我自是信你，但我不信他。我也不信他，但我信你呀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冲动行事，不许以身涉险。我呢，就好好做生意，若是能查到线索最好，查不到，也不强求，绝对不以身犯险，这样安心了吧？夫人想什么呢？我刚查了铺子的账，发现一些问题。这铺子的流水少得可怜，库存里的都是一些残破的、不实心的旧景，根本无人问津。哦，原来不是在想我。想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好好的？我。其实我也没完全好，还望夫人垂怜。夫人，你看我这手啊，到现在还提不了重物呢。啊，夫人，你如此戏耍一个身负重伤之人，不好吧？啊！张嘴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前女友感人了。身上有伤，静下来。魏夫人，请勿见怪。也就是英英吧，愿意信你这鬼话。
就你这张嘴，哄骗多少小娘子？阿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你从小看我长到大，我何时哄骗过别家娘子？闭嘴吧你！谁看你从小长到大了？哎，他身子还未痊愈，不能饮酒。没事儿，可以喝一点啊，就喝一点，一点都不行吗？你说呢？不能喝酒啊，莹莹。那日朱狗红来我这儿拿了2坛酒，不是你喝，是送人了，送人了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这……杨静兰，我错了。你的伤好没好，可以你说了算，那是你的义举。但你能不能喝酒，得我说了算，这是我的脾气，懂吗？懂。不喝了啊，一点都不喝了。这样吧，夫人，咱们聊聊正事儿吧。你刚刚琢磨了半天这铺子的情况，这是打算接手了？以前我从未正经打理过铺子，要从破铺子开始学，也好。锦上添花，不如力挽狂澜。夫人这是有什么想法？蜀锦贵如黄金，又从不零卖。许多像刘伯那样吃了半辈子蜀锦的人，恐怕连1尺像样的蜀锦都买不起。可是蜀锦对他们而言，甚至蜀地百姓而言，意义都是非比寻常的。咱们铺子里的锦，可能对于豪绅而言不够实心，但它仍然是好锦啊。不如我们将那些卖不出去的碎锦做成一些小玩意儿，譬如首饰的包装、小香囊、团扇之类的。虽说比寻常的荷包贵一些，但是百姓也买得起。既清了旧货赚了钱，又能让寻常百姓同享蜀锦之美，夫人睿智啊！但是光靠我们铺子里的锦还是不行，还需要再多一些款式。无论新旧大小，只要样式好看，价格便宜。夫人这是有主意了。也不披上点就出来。这着凉了。走。你是真有事儿啊！季老板从不骗人。都当了老板了，这些事儿还自己做。我是想着先自己做一些试试，若是能卖出个名号，我就找刘伯帮忙，然后再给他分红。他是织工，他做这活儿肯定能做得很好。你别看这只是碎锦，如何裁剪能更好地保留纹样，如何不勾丝，如何能粘得更牢固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那我来帮你。你会做？拿得起刀剑，这剪刀我还拿不了了。这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回事了？好了，你就……郎君夫人，该休息了。我的帮手来了，进来。见过郎君夫人。郎君夫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歇息吧。可是我还有很多没做。杨家规矩，不可无故操劳，要爱惜身体。你还是明儿再做吧。我记得杨家有一条规矩是说，为主分忧，同甘共苦。你忘了？哦，那我帮您做。好。是。这规矩的人，剪裁一定方正。
夫人还真是知人善用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有帮手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明日你的夫君就要回到景官府，夙兴夜寐，夜不归宿了。今日就让我留在这里，好好的看看你。我还是帮你吧。你不是要好好看看我？好，那我就只看你。一般商队都会从益州出发，走的是蜀渊独道。你要冷静。对于季娘子的人品，他是绝对不会。我夫人，她跟谁做生意那是她的自由，但对面的人是谁呀？那是白王。放你了啊！真要如此，杨警官新进良局，不是在凡事走失，还望各位商户能够积极配合，带杨警官排场。你马丢了？是啊，一匹好马就这么给丢了。呀，白郎君，不会介意我去府上看看吧？杨警官是在怀疑白某偷了你的马吗？哎，这是我刚刚吃过的。真甜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在怀疑你，我是在怀疑你们每一个人。师傅，带杨警官去马厩看看。是。哎，白郎君这是换了耳机吗？我是说你们，怎么派一个仆从就想打发我？别误会，白某没有这意思，就是白某在跟季娘子有些要事呢，实在是走不开。那夫人不妨一起前行，不惜一心，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听的呢？杨静文，这就算是明媒正娶，这生意上的事儿，也不是你都能听的。白郎君稍等，过来。啊，请稍等。夫人，你非逼他跳墙啊？不是已经去长安了吗？证据不足啊！我现在这么做是让他觉得我在怀疑他，靠近他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，还要给长安拖时间。夫人是在做什么？我做生意啊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做生意，没有冒险。行吧，你来了，那我就走了。行，那你走吧。手放下来，你大点声。我来了，你还不回去？你凶什么凶？回去就回去。哎，我踩死你！哎，金小子，金小子，白郎君，哎呀，夫人无礼，不辞而别，我替他给白郎君赔个不是。严重了，季娘子性格向来如此，无妨。怎么了？马厩啊，马厩。啊，来，这边请。自从你离开家以后，阿公每年都会凭着想象画一张你的肖像，让人照着到处去找。后来，杨家行商远行，每一次都是阿公带队，他希望能遇到你。他每年为你抄经祈福，哪怕你不回来，也希望你能平安。阿佳给你看这些，不是要劝你。他只是想告诉你，故去的人已经故去了，活着的人
最好是珍惜眼前人，不要将来后悔。我就是来传话的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。夫人辛苦了。我做什么决定，你都支持我。嗯。好。来。哎，杨静兰，你干什么？你跟我下来，我还有事。我也有事。我有正事。我也是正事。啊，明白。这路不好走，注意脚下啊！杨金兰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目前规矩只改了3条，但是阿兄和于掌柜说，那些工人们的确是更有干劲儿了，做事情也更快了。但是赏罚制度那条，也引起了一些工人之间互相嫉妒，还是要完善呀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对了，上次你跟宗亲们说太子要买杨家井这事儿，太子要是知道了，真的不会问罪吗？不会啊，只要不触犯律法民心，他随我用他的名义。但这招也不能老用，我们还是得尽早用自己的规矩说话。累了，我背你。好啊。来。不用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看踏雪，我要有诚意，而且我还得学着习惯，以后我还要经常陪你来的。好，走，慢点。踏雪，抱歉啊，今日才得空过来看你。谢谢你千里奔驰，将他送回来救我。听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那种叶子，这次你先将就2口，等我下次来，我在这旁边给你种一棵这样的树，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叶子。怎么样，老伙计？他人不错吧？莫说是千里万里，即便是千万里，也值得回来取的。那，答应给你画的图已经画好了，你呢好好看看，看看有没有落下哪个地方。这些都是你和踏雪一起去过的地方。没错。长安、江南、漠北、沿海。难怪你现在如此坦然从容，你走的路都成了你身上的一部分。以后带你一起去。我还想带着我的蜀锦一起去，我要让天下人皆知它的美。我要把它卖到江南，卖到漠北，卖到吐蕃，卖到天竺，卖到南诏，卖到所有我能去到的地方。夫人，南诏也要卖？卖！我在藩市看见那些外藩人是真的那么喜欢蜀锦，喜欢我大唐我一州的东西，我觉得与有荣焉。若是日后开通了商道，
有了正规且成熟的贸易往来，就会减少私下交易，就不会有人无辜被害了。而且，蜀锦之美，不该囿于方寸之地。杨金兰，等我帮阿佳革新了杨家，我就带着蜀锦走出去。我想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这人间也看看我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就陪着夫人一起去看看这人间，也让人间看看你。白胜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益之事，如今他主动要去，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商路本就危险，再带一个危险的人在身边，那岂不是更危险？夫人啊，为了一件供给去问罪外邦王爷，于朝廷而言，确实是小题大做了。所以我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，去证实白王与牛瑾之间的勾连。这样，我师兄在长安也好更有底气的去握拳。可如今在益州，是他不动我不动，我不动他不动，双方就这样一直在僵持着。可这时间越久啊，反而对我们越不利。他此番要走，定是有所图谋。可是，我也有了新的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你想知道？谁说证据一定要写在纸上了？哎呀，杨金兰，你以前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恨你吧？哎，以前可没有这番智慧，还不是夫人教得好。既然无路，何妨一搏？哎呀，你的这个主意确实也很冒险。那万一这是我在北边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当地的猎人会专门进山去砍伐这样的木头，磨成圆珠，做成手串，送给自己的夫人，叫做不丢。不丢？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夫人，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不丢，怪可爱的。杨金兰，你再教我几招功夫吧，要那种又好学又厉害的。那万一我们真的遇到什么危险，你又恰巧不在我身边，我好防身啊。就像上次那种，这种的，一招致命。好，来。面向我，用你的右手用力打向这儿。打脸啊！这招最厉害，叫做打不过就喊夫君。白郎君还未歇息啊？多好的夜晚呢！对了，金娘子想不想听个故事啊？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的阿娘被他的父亲掳来做他的妻子。他的阿娘每天都闷闷不乐的，一点都不开心。但是，每当他的阿娘穿上他从家乡带来的那件锦衣的时候，他就会喜笑颜开。
这个孩子希望他阿娘每一天都开心，他就祈求他的师傅从阿娘的家乡多带一些锦衣过来。他希望他自己的家乡可以跟阿娘的家乡一样，遍地锦绣。也只有这样，他觉得他的阿娘才不会想念家乡，才会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我能理解那个孩子，但如若能将执念用在正途上，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好了，不讲故事了。金娘子，白某送你一件礼物吧，祝你生意有成。看，这烟花和我从前见过的不太一样啊。是啊，我也未曾见过这样的烟花。我说怎么找不到白郎君，原来在这里帮我夫人换新呢。这每一声烟花都在说，白某希望和季娘子友谊长存呐。若白郎君能够坦诚相待，本官倒是希望你和我夫人能够友谊长存。白某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本心，坦坦荡荡。曾经我想与白郎君做朋友来着，可是白郎君亲口拒绝了我，你忘了吗？无论郎君何时陷于危难，只要不违道义，不悖王法，我愿助郎君于水火。这是我季莺莺对朋友的承诺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白某该回去了，告辞。恕不远送。你说，他放的烟花什么意思啊？无论何意，他若是敢图穷匕见，我们就釜底抽薪。如今白王不肯入长安，我夫君又不肯放你回南诏，与其在此僵持，甚至最后刀剑相向，两败俱伤，倒不如各退一步。莺莺啊，杨静兰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任何一个人受伤了。你在此僵持，无非就是等长安的人来，与你一道，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可是你有想过商队的人吗？他们怎么办？以白王的心胸，他怎么会顾他们的死活？看来季娘子还是了解本王的。但是白王殿下也是了解我夫君的。当日一人一马从南诏杀回益州，何等杀伐！你若是把他逼急了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他都可以因公误杀，翻伤白胜的。季娘子把难听的话都放在桌面上给说清楚了。白某若是没有猜错的话，接下来就应该谈一谈合作共赢之事吧。我们之所以对上白王，是因为我们在查牛井。我想白王与牛井的合作，只是利益使然，而非情谊深厚吧。
晋娘子突然跟本王提起牛将军，本王跟牛将军之间没有交情。我若给你一个更大的利益，你可愿弃车保帅？本王倒想听听，是什么利益啊？季兵，你是想放松他，只抓牛景吗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今日，你我若与他同流合污，来世，你我就都洗不干净了。可是抓了他又能如何？难道大唐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共情走私，处置南诏王爷？无畏强权，查明真相，绝不妥协。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我只是怕了。我害怕有人再受伤，再出事，我也等不起了。我为了报仇，我忍了9年，整整9年。可如今牛景虎视眈眈，他随时都有可能要动手，我不想再忍了。这是权衡利弊之下最好的选择。杨金兰，这次你听我的好不好？杨金兰，求求你啊！盛风泽，只要你能承认牛锦走私贡锦送往南诏，我可以告诉朝野，你也是被牛锦蒙骗。至于那些翻商的供词，就交给你来处置。杨警官，本王知道你足智多谋。那如果杨警官反悔了，本王该去哪里说理呢？我们大唐人说一不二。好，既然是买卖，多少应该有些底偿吧。白王想要什么？杨警官去长安斡旋，本王陪季莺莺到吐蕃，然后带着季莺莺一起到南诏做客。你这是做梦！哎呀，等你大仇得报，杀了牛景之后再来接他嘛。本王知道，杨警官武艺高强。杨警官，你说那些商队的人能不能躲过那些弓弩啊？季娘子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本王很喜欢。她说，生意嘛，就要学会互相信赖，互相退让。你觉得呢？好，互相退让。若你承认，那我答应你的条件。真是没想到，季娘子如此爽快。好，那今日本王也爽快一回。本王承认跟牛景走私贡锦之事。好，既然都听到了，就出来吧。杨金兰，人都给你带来了。到了长安，请你喝酒。来，给白王亮亮你们的身份。吏部侍卫张廷彦，兵部侍卫赵勋，刑部侍卫贺大鹏，户部侍卫王兆康，工部侍卫吴信飞，御前牵牛卫赵蒙。恭请白王殿下入坛。可惜他们来的不凑巧啊！方才白王所说的话，他们都听到了，也就代表着这大唐的朝野也就都知道了。收风泽，不是所有证据
都要写在纸上的。白王殿下，请吧。恭请白王殿下入长安。看来这长安啊，是得走上一遭了。是。朝堂局势复杂，就算把他带到长安，这事儿能有一个完整的了结吗？放心吧，我定会拼尽全力，将他绳之以法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牛姐她是跑不了了。比起大仇得报，我更在意你是否能全身而退。你忘了，我还欠下你一场大婚呢。等到我们一起回了益州，定办他个风风光光，全城皆知。好。哎，夫人，等我一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不想你走，不想分开。那我不走了。骗人！杨静兰，务必平安。高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请你帮我。你说。帮我给英英送样东西。行，交给我。晋娘子，杨静兰猜的没错，你果然会回来。你见过他了？他现在在何处？可有受伤？可还安全？我见到了高大侠，他说杨静兰一切平安，而且我们已经想到了应对之法，一切放心。你怎么样？放心，我安好。他现在打算怎么应对？可有什么是需要我做的？你照顾好自己，便是他最想要的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他让高大侠带给你的。他说你看了自然会明白。该说夫妻之缘，少时偶遇，重逢为盟，再逢为弟，万缕千丝，情深意重。系三生结缘，愿白首同心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嫁给我，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而今时移世移，陌路难配峨眉。迎月虽仍在，难应檐下烛。既已难归一意，快会几柱前。以求一别，物色叔侄，各还本道。愿相离之后，夫人事事顺遂，岁岁和欢。
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飞草长崎岖数到晚，水色涟漪何随听风来，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。世事顺遂，岁岁和缓。这是在你生死归不是我能做到的事。我还欠下你一场大婚呢。等到我们一起回了益州，定办他个风风光光，全城皆知。好，我等你。技术室，门外有人教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季娘子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拿吧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，走。哎，是何人来的信？是陈三郎说时节到了，如果要染水红丝，该去采染料了。树有在，人何往？天地为证，今日别离，他日风光相聚，弃一生盟友，自来日方长。杨金兰，我看见了。飘落了白雪，回忆如风起绝。往事在我心里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。我只愿你平安回来。如果你在，就好好看看我。我现在平安顺遂，不劳你有心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就算余生会沾满了鲜血，我永远都不会退却。我不怕结局灰飞烟灭，只怕你还不了解。你不是独自迎着风雪。别过去，东南和西北方向都是人。你现在过去，先不说能不能全身而退，你跟他的关系，
就又说不清楚了。那和离书便白写了。落花流水的尘世间，这份爱不会凋谢。无论岁月多少变迁，我愿你一切如愿。若你和我还有明天，生死我都会无缘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劫，这份爱如此坚决。就算青丝为聘，杨景兰，我等着你回来娶我。金娘子，幸不辱命，杨警官平安无虞了。有劳了。啊，无妨。不知益州近况如何呀？我已与各大警户商定，各自在家庇护工匠，严禁出门。可是我刚刚进城的时候，听说赵老太爷和赵家工匠从家中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是。此事上，赵老太爷绝不会食言，除非他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。我马上派人查看。不，能令一个家族举家而出的力量，不是你我个人能与之对抗的。诸葛先生，请你马上将此事禀告张刺史，请他出兵探查，如有必要，也赶紧把此事告知节度使。好，放心吧，此事交由我来办。城中如今已经不安全了。季莹莹，你的月亮还是希望在你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陪着你。杨俊兰，阿秋，怎么样？英英呢？已经被白胜奴走了，刘家的人还在追杀他们，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是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刚刚。啊！阿秋，请你放心，我定会将莹莹平安带回，你多保重。走了，驾！千万小心呐！宁阳。
杨青兰，天地为媒，江水为证。今日季莺莺嫁你为妻，再续前缘，白首不离。季莺莺，天地为媒，江水为证。今日杨静兰娶你为妻，纵可山海，必带你回家。这份爱如此坚决，就算余生会沾满了鲜血，我永远都不会退却。我不怕结局灰飞烟灭，只怕你还不了解，你不是独自迎着风雪，我永远在你身边不变。抹去眼角年华的泪滴，相拥沉默无言。落花流水的尘世间，这份爱不会凋谢。无论岁月多少变迁，我愿你一切如愿。若你和我还有明天，生死我都会无怨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劫，这份爱如此坚决，就算余生会沾满了鲜血，我永远都不会退却。我不怕结局灰飞烟灭，只怕你还不了解，我多想与你化作风雪，我永远在你身边不变。杨青兰，我是不是又做梦了？这不是梦，是我。好了好了，你真的来了。是我来了。
你怎么来的？这里很危险，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危险。莹莹，你先跟我走，我再去救其他人。走。走。怎么了？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我与南诏王约定，1年制成南诏景。若我现在回去，他们定会拿那些匠人泄愤。1年？你真的要在这种地方待上1年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知道，莹莹，你之前没得选，但是现在有我在，你先跟我离开这儿。南诏对蜀锦的在意由来已久，如饥似渴，所以南诏王才会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做这桩生意。南诏王想要的，杜燕和盛风泽都拦不住。杜燕送不走我们。但是莹莹，我现在只想能保护住你。我不要你献祭你自己，我要你永远供奉祈愿，我要你永远坦坦荡荡，永远问心无愧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人。1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杨锦兰，等等我，好吗？你不想让我牺牲，却要牺牲自己。秦莹莹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强出头、为人着想、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毛病啊？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吗？为了保命，为了保护益州匠人，我会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可是季莺莺啊，我定会保全我自己。能让你有第一步妥协，是我该做的事。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，幻化溪畔的粉末，剑影飞花之间落。我听说牛景做了益州节帅，所以即便南诏放人，我们也回不去。杨锦兰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做各自擅长的事，好不好？我负责带他们知己回家，你负责让我们有家可以回。好，你就听听的。我会尽快处理好有锦之事。就让你有家可回。王爷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了。杨金兰，宁宁，宁宁，你没事吧？流言是假的，
杨警官来南诏，应该光明正大的来白王府做客，本王也可以好好招待招待你呀。白王的待客之道，实在是登不上台面。谁让你不遵守做客之道呢？沈丰泽，你放了他。英爷别怕，他不敢杀我。鉴于你跟东宫的关系，在益州城的时候，本王对你确实有几分忌惮。但现如今你在南诏，夜闯白王府，就算本王杀了你，也是理所应当。白王这陷阱布的并不高明，无非是在赌我的情谊。知道陷阱你还来？我不能赌那个玩意。沈丰泽，我既敢夜闯你白王府，你又怎知我会毫无准备而来？你是以为本王不知道你跟杜燕合作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季英在本王这里，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他去了织宫营，他会遇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与杜燕是一丘之貉。沈丰泽，你若今日杀了我，你就会在杀死益州节帅的罪名之外，再加上一条杀死东宫麾下的罪名。我相信清平关不会放过这个顺水推舟、斩草除根的机会。你在赌本王不敢杀你，敢吗？你若杀他，就连我一起杀。本王在赌你对他的情谊，你却在赌本王对你的情谊。好，如果你们这么爱赌，本王今日就成全你们，好好陪你赌一把。我不擅长下棋，这不公平。对于杨警官来说，这些死士也不擅长武艺呀。季娘子若是不想赌的话，那本王现在就下令，万箭齐发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想怎么赌？本王会找12个死士陪杨警官切磋。季娘子赢一子，本王撤一人；若是本王赢一子，就会加上一人，直到分出胜负为止。若是我将他们全都杀了，也算我们赢吗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季娘子，请。鸳鸯，你放心，这几个人伤不了我。沈丰泽，本王说过了，12个人是本王的底线。请。
劝季娘子还是专心一些，杨警官的性命可是掌握在你的手上。 空气就没有生了。沈公子，住手！你若杀了他，我便同他一起说到做到。若是流年懂得命运唏嘘，住手！ 会让这英雄似树红般凋落，断线的风筝途经那城市的斑驳。是虎在，将他们二人关入职公野，生死不得相见。是。 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。 怎么见？季娘子，谁将情丝都写成告白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 缘自抽丝剥茧出阴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。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金兰所铸下的筹码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 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一飞草长崎岖出岛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，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。 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
对面就是益州吗？莹莹，杨警官来接我们回家了。莹莹，他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成亲之前你们是不能见面的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我是大舅啊！今日有大事，我师兄来了。太子，你师兄不是太子吗？太子来了啊！哎呦，太子，免礼。谢谢太子谢谢太子殿下。但这个得贵。今有3道宴祭莺莺，以锦业教化藩邦，开商道，有目四境，志行有声，一宜荣宠。封尔为先蚕夫人，着其与锦官同理益州锦业，通四海之路。明日启程，进京觐见，钦此。吉莺莺领旨，谢圣上，谢太子殿下。明日他们俩大婚啊！就是啊。那就择日吧。夫妻一世，何其有幸！我愿助你乘风起，我愿助你如所愿。不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师弟，正好本宫在这儿，今日啊，你便和弟妹完婚，我来给你们做个见证。今日，阿娘还不知道呢呀，还没准备啊。我去准备场地，我去宴请宾客。宾客，我去准备宴席。那我先去了啊，我先去。